今后再也没人能刁难我徒儿了。沈素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他决定为炼魂境弟子们赐予新的功法，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3日内将自己的属性登记在二长老那里。除了少数例外，其他弟子必须停止当前的修炼。沈素冰还委托二长老前往城市仙门方，为宗门的男女弟子制作新的服装。沈清秋赞叹沈素冰设计的服饰之美，引发了众人的好奇。在沈清秋展示了服装设计图后，所有弟子都兴奋地释放出灵石，浮现出男女弟子的新服饰模样。这些服装以仙骨和冰云为主题，引发了众人对于其含义的猜测。然而，只有沈素冰了解冰云2字的真正含义。师傅，徒儿有个意见，不知当不当说？胎魂境大圆满的南宫如雪调皮道：“你说吧。”沈素冰应声。南宫如雪笑盈盈道：“师傅，女弟子都爱美，能否把我们女弟子的裙子做成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7种颜色呀？”闻言，独爱红色的穆梦逸目光期待地仰视着沈素冰，其他女弟子亦是如此。沈素冰稍加沉思后，看着沈清秋，就按照如雪的提议去做吧。属下明白。随后，沈素冰让谭云、黄甫玉、穆梦逸、薛子嫣、钟无诗瑶、南宫如雪、罗凡、杨冲、柳依依留下后，让其他弟子离去。沈素冰看着薛子嫣、钟无诗瑶说道：“虽然你们并非我脉弟子，不过你们也可以3日后和谭云、梦逸、如雪他们分别进入一座极品时空宝塔108层内修炼。”薛子嫣、钟无诗瑶感激而笑，晚辈多谢功勋首席。沈素冰琴手微点，继而看向谭云：“接下来的3日内，你好好陪陪你在乎的人。”话音甫落，沈素冰凌空迸射入天际，消失不见。从此话便能看出，沈素冰亦是有心机的女人。她之所以说好好陪陪你在乎的人，实则也是想知道3日内谭云是否会以师父的身份去看望自己。沈素冰走后，女扮男装的蛋台仙便把玩着折扇，正要御剑飞走。黄甫贤弟等一等，身后传来谭云声音。黄甫玉转身笑道：“谭兄有事吗？贤弟，你居住的仙谷在何处？”谭云上前一步笑道：“我今晚找你有事。”晚上有事非得晚上说吗？黄甫玉话音未落，便轻咳一声，改口道：“好吧，既然谭兄有事，那我就在仙谷等你便是。我的仙谷是4号。”话罢，黄甫玉祭出飞剑，潇洒地掠上飞剑后御剑飞走。哇塞，黄甫师兄掠上飞剑的动作好迷人哦！道场中数十名女弟子发出尖叫声。薛子嫣朝那数十名女弟子撇了撇樱桃小嘴，一群花痴。说着，薛子嫣又挑了挑秀眉：“姐夫，我总感觉这个黄甫玉阴阳怪气的，一个男人长得比女人还美也就算了，你听听他刚才讲了什么话？什么叫有事非得晚上说吗？”薛子嫣大大咧咧道：“一听这个阴柔男人说话，我就忍不住起鸡皮疙瘩。”好啦，子嫣，就你话多。穆梦逸白了薛子嫣一眼。这时，谭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看着穆梦逸道：“你先和诗瑶、子嫣回你仙谷，我处理一些事情后就去找你们。”好，那我们等你。穆梦逸莞尔一笑。谭云看着钟无诗瑶那依依不舍的目光，他也不顾道场中有人，便猛地跨出一步，霸道而狂热地吻上了他的红唇。2个时辰后，功勋仙上，功勋仙殿，残阳如血倾泻而下，在峰巅上镀上了一层嫣红美感。身穿龟息寒纱，足踏1尺大小金龙神狮的谭云，从云海中闪电般射落于峰巅的刹那，沈素冰猛然一惊。他蓦然回首，但见师傅出现在了面前。“师傅，你来了。”沈素冰想到师傅便是谭云后，他的笑容语气皆不自然。谭云语气担忧的道：“上次为师有事离开后，一直担心你和仙门4长老发生冲突后会吃亏。为师本想今日去看望你，不料得到你已自立门户的消息，于是为师便前来看你了。”他还真能装。也罢，我暂且不识破他，省得尴尬。沈素冰笃定主意，盈盈一笑：“师傅，我就知道，还是你对徒儿好。”谭云以师傅的口吻笑道：“为师就你一个宝贝徒儿，不对你好，还能对谁好？”说着，谭云左臂朝沈素冰微微弯曲：“走到仙殿内和为师说说，你好端端的怎会另立门户了？”“是，师傅。”沈素冰依旧乖巧的模样，稍加犹豫后，伸出玉臂挽着谭云的左臂，和谭云一同进入了仙殿内。谭云落座后，沈素冰暗道：“明知故问。”哼。接下来，沈素冰展露了可见一斑的演技，开始在谭云面前详细的讲述如意门下89名弟子后来被谭云击杀的过程。讲完后，沈素冰崇拜的道：“师傅，你真厉害！你说徒儿这次长老之间的丹术大比，不会再被人瞧不起。你又说对了，当时谭云代替徒儿。”随后，沈素冰把谭云丹术胜过卢毅后，又抽了卢毅3记耳光等等知识说了一遍后，一副迷惑不解的模样：“师傅，有一事徒儿不解，您神通广大，能不能为徒儿解惑？”“哦，何事？”
谭云呵呵笑道：“徒儿，你一边说，倒是给为师一边按摩呀。师傅做了半天了，也不见你给师傅按摩。”“徒儿这就给你按摩。”沈素冰不露声色地来到谭云身后，探出纤纤玉指，猛然发力捏住了谭云的双肩。谭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：“徒儿，你的手法太重了，你又不是第一次给为师按摩了，怎么还不知道力度啊？”谭云背后的沈素冰抿嘴一笑，便恢复正常，接着开始力度适中的给谭云一边按摩一边问道：“师傅，你是不知道，当时公孙阳春要对徒儿不客气呢。可是谭云他一个小小的弟子，竟然拉着了徒儿，一种保护徒儿的样子。师傅，你说谭云哪里来的勇气？为了徒儿，竟然敢顶撞公孙阳春？还有，虽然他是想保护徒儿，可他哪来的胆子碰徒儿的手腕，把徒儿拉在他身后？”沈素冰问完后，狠狠地对着谭云的后脑瞪了一眼，那一副幽怨的模样，调皮而不失妩媚。谭云有些吞吞吐吐道：“这个为师怎会清楚啊？不过为师肯定这个谭云是个好弟子。”沈素冰眼神中掠过一抹惊忙：“师傅，你说谭云这个弟子会不会喜欢徒儿？他平日不敢打徒儿主意，不过见徒儿有危险时，他就对徒儿生出保护欲了。”“嗨！”谭云清了清嗓子：“徒儿啊，为师又不是神仙，那里会知道啊？师傅，你就说说看嘛，不然我以后不给你按摩了。”沈素冰语气有些撒娇：“好，让师傅来猜测一下。”谭云沉默半晌后道：“徒儿，你可是仙门9大美女，说不定谭云这臭小子还真有些爱慕你也说不定啊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沈素冰被齿重重地咬了一下下唇，忐忑不安的道：“没想到师傅连仙门9大美女都知道，这倒是让徒儿很意外呢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徒儿的功勋一脉，现在就有我和穆梦忆，还有气脉的钟无师瑶3大美女，你说我们谁最漂亮？”沈素冰一直想亲口听到谭云说出自己和二女究竟谁最美。女人爱美，世人皆知，女人攀比不过如此。徒儿啊，为师也只是听说。谭云呵呵笑道：“为师又没见过钟无师瑶、穆梦忆，为师如何判断？没见过不要紧，徒儿这就让你看看。”沈素冰左手给谭云揉捏着肩膀，右臂轻轻一扶，当时两蓬灵力在谭云身前幻化成穆梦忆、钟无师瑶的模样。沈素冰离开谭云后背，与二女的记忆影像站在一起，盈盈一笑道：“师傅，你必须要给我们3人一个排名哦。”谭云错愕：“宝贝徒儿，你今日怎么突然和2名弟子比美了？”“师傅，人家怎么说也是女孩嘛，与其他女子攀比美貌不很正常？”沈素冰倾城一笑：“师傅，你可要凭良心说说我们谁最美哦。”“哈哈，好。”谭云朗声道：“由于为师不了解穆梦忆、钟无师瑶的为人，那为师就根据外貌判断了。你们3人不分伯仲，各有千秋，各有各的美。”沈素冰撅着小嘴不满道：“师傅，你必须给出一个排名，否则徒儿不理你了。”“徒儿不生气，为师听你的。”归西寒沙下，谭云眼神中掠过一抹狡黠，语气肯定道：“我的徒儿最美。”话罢，谭云默默地道：“梦忆、师瑶和你虽有区别，但丝毫不输于你，在我心中，你们3人没有排名。”“嘻，这还差不多。”沈素冰忐忑的芳心悬浮了下来，再次来到谭云身后给谭云按摩时，忽然睁大了美眸，望着殿外飘起的鹅毛大雪，开心道：“师傅下雪了，好美，再美也不如我徒儿美。”谭云随口说了一句，忽然他仿佛想到了什么，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悲伤：“素冰，为师想看你7年前给为师的舞曲了，你能给为师再舞一曲吗？”沈素冰琴手微点，迷惑道：“师傅你怎么了？徒儿感觉你有些难过。”素冰，实不相瞒，谭云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思念与悲痛：“你有一位师娘，她的舞姿也很美，看到你的舞姿，让为师想到了她。”“师娘？她不是只有穆梦忆、钟无师瑶2位未婚妻吗？哪来的师娘？”沈素冰暗道一声后，轻声道：“师傅，我师娘是谁？她人在哪里？她美吗？”谭云长叹一声，星眸中泛出些许泪光：“她很美，她已经离开为师很久很久了。”“师娘为何会离开你？”沈素冰迷惑而问。“她是被师傅的仇人杀死的。”谭云的声音不由得冷了几分。沈素冰能感受到谭云的身体在发抖。“素冰，师傅曾经只有1位妻子，然而那群畜生却杀死了他。师傅，你别难过了，徒儿这就给你舞一曲。”沈素冰带着疑惑，化为一抹金色残影，掠出了仙殿，在漫天飞舞的疯癫上舞动着优美轻盈的身姿。此刻，冰雪聪明的沈素冰断定谭云是大能转世重生，因为他清楚谭云的底细，他知道谭云出生在望月镇，除了穆梦忆、钟无师瑶2位未婚妻外，没有别的女人。既然没有，那谭云口中的已故妻子便让沈素冰更加确信谭云是转世。